士们，用你们锋利的弯刀打开大夏的国门，为我北莽开疆拓土！杀！啊！将军，北莽完颜烈率6万铁骑突然南下，王爷遭遇埋伏，身中2箭，如今被困鹰嘴崖北岸。慌什么？王旗未倒，军心不能散。父王还在鹰嘴崖，北境就没有败。报！王爷令，少将军即刻调8000黑骑驰援鹰嘴崖。少将军不可，黑骑进出，黑水城必空。城破可再夺，父王不能死，否则北境16州，无人能挡北莽。黑骑何在？父王被困鹰嘴崖，北莽6万军环伺。今日我洛尘领父王将令，提兵驰援，随我杀！你终究还是把你的儿子送进了我的陷阱里。传令，让洛尘进谷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少将军，鹰嘴崖就是个死胡同，完颜烈6万大军守在那里，咱们8000黑骑纵是铁打的，硬冲也是以卵击石。可王爷危在旦夕，咱们不能不救。少将军，你看那边，那是北莽的3座屯粮寨，完颜烈6万大军的粮草辎重全部在此，咱们去端了他的老巢。不够，我要让他怕，让他慌，让他不得不回兵，让他的6万大军自己乱起来。少将军的意思是，那里不仅有粮草，还有村落。你领5000黑骑先上粮仓，再兵分2路踏平那几个镇子。可是没有可是，这是军令。北莽蛮子南下劫掠时，可曾对我夏国百姓手软？完颜烈一旦后方熄火，必然回兵。余下3000黑骑，随我去鹰嘴崖20里外的野狼谷埋伏。末将领命，3旗阵、落马坡，定叫他寸草不生。将士们，今日一战，只为救我父王，只为守我北境。父王，再撑1日，孩儿定能救你出山。洛尘，你竟如此狠辣！烧粮寨也就罢了，竟对手无寸铁的牧民痛下杀手，此子不除，我北莽永无宁日！点起2万铁骑，随我去野狼谷，我要亲手斩了洛尘，为死去的子民报仇！大帅，如今鹰嘴崖尚未攻破，洛霹雳还被困在山上，此时若分兵追击，恐会错失良机。良机？我若不剿了洛尘，北莽的军心便散了。洛霹雳已是强弩之末，断粮之后翻不起什么大浪。余下4万大军全力攻打鹰嘴崖，在我剿灭洛尘之前，拿下洛霹雳的人头。末将领命，传令，随我追杀洛尘。晨儿，我的好儿子，是爹没用啊，要你背负起狠辣无情的骂名。传我命令，所有亲卫结阵死守，哪怕战至最后一人，也要守住鹰嘴崖，等晨儿回来。少将军，任务完成，折损500黑骑。完颜烈终究还是上钩了。雷子，好戏开场了。少将军，这是我率500死士引走完颜烈，你带领剩余7000黑骑前往凤栖园埋伏，待他的追兵全数通过，立刻掉头冲击鹰嘴崖，不惜一切代价杀出一条血路救父王。世子万万不可！500轻骑闯北莽腹地，还要面对2万铁骑的追击，这是十死无生的路啊！末将愿替您引开追兵，您带大军去救王爷。雷子，完颜烈恨的人是我，只要我出现，他一定会追。只要他抽兵离开，父王才有活路。持此剑，如我亲临。
末将领命，我雷战一定救出王爷。无我子民，洛尘小儿，今日便让你尝尝被追猎的滋味。黑旗听令！黑旗听令！随我去鹰嘴崖救王爷！王爷，北莽军攻得急，咱们撑不住了。黑旗来了！儿郎们，随我杀下去！王爷，末将迟了。好小子，没辜负臣儿的屠夫。世子，追兵越来越近了。继续跑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父王就还有机会。霹雳，告诉我，谁救了你？还有，臣儿呢？老王爷，世子用围魏救赵之计，袭击北莽粮道，又亲率500轻骑引走完颜烈2万铁骑500人。如今，世子只剩不到30名兄弟，逃入凉州群山，生死未卜。你们竟让我的孙儿去面对2万铁骑！是孩儿的错，是我没护住他。报！北莽5万大军重新集结，随时可能攻打黑水城。传令，派出所有斥候暗桩，我要知道臣儿的消息。黑旗听令，死守黑水城，等世子归来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竟然追丢了几百人的残兵，最后连30人的踪迹都摸不到。完颜烈的脸是要丢尽了。传朕旨意，北莽各州府兵全数出动，四路大军进入凉州，封锁所有山道，掘地3尺也要找到洛尘，朕要将他挫骨扬灰，祭奠我北莽死去的子民。再传令完颜烈，边境大军不得妄动，死死盯住黑水城。若洛天罡敢出城寻孙，便立刻挥师南下，拿下北境16州。遵旨。兄弟们，500轻骑，如今只剩我们18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只是凉州猎户，等机会杀回黑水城。遵命。陛下，北境危急，黑水城被北莽大军围困，请立即调兵驰援。若再拖延，北境16州危矣。国库空虚，南疆未稳。传朕旨意，调2万兵马，星夜驰援北境。儿臣奉旨回京，愿率军北上，驰援北境。洛尘啊，洛尘，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活着回来？北境16州是夏国疆土，不是任何一个家族的私店。儿臣明白。殿下有何吩咐？洛家3代镇守北境，本殿要的不是瓦解洛家，而是让洛家成为本殿手中最锋利的钢刀。此次北上，本殿会全力助洛家退敌。唇亡齿寒的道理，本殿懂。只要洛家还在，陛下便需要本殿制衡。只要本殿掌权，洛家便能永镇北境。老臣信殿下。世子，北莽搜山越来越近。藤蔓编成绳索，咱们从崖上下去，顺河而逃。
完颜将军，看来这黑水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攻下。少将军放心，末将一定稳住阵脚，今日必破黑水城。掘地3尺，也要找到洛尘。世子，世子，洛尘，逃不掉了，乖乖束手就擒。黑旗儿郎，宁死不降，跟我杀！世子，快走！世子，我们还能去哪儿？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们混进凉州城。哪里来的流民？不要命了吗？我们从南方逃荒而来，只求进城活命。到了城里老实干活，否则我就把你们交给北莽军。车里是什么？都是些布匹、茶叶，不值钱的东西。还有几个流民帮我干杂活的。滚吧滚吧，一群贱骨头，别挡着老子办事儿！北莽，你们不是想找我吗？我来了。洛天罡，洛霹雳，可敢出城一战？北莽小儿，也敢在我夏国疆土放肆！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，本将军不斩无名之辈。夏国6皇子刘丹，听闻北莽女帝义子云浅雪乃是北莽年轻一辈翘楚，今日有幸一较高下。好，今日我便看看，是你的剑力，还是我的枪快。好一个夏国6皇子，不愧是少年英杰。云千雪枪法诡谲，这一战胜负难料。我必须以此战向洛家证明我的实力。痛快，再来！我要拖住这个夏国6皇子，等待凉州传来洛尘被擒的消息。凉州城，看你如何困得住我。凉州城，看你如何困得住我。数万大军竟连一个人都抓不到，传令凉州再增3万兵马，封锁所有出城道路。只要洛尘还活着，就不准他离开凉州。另外，让云浅雪不必与刘丹缠斗，只需死死拖住夏军即可。待朕擒杀洛尘，再挥师南下，踏平黑水城。遵旨。北境急报，镇北王世子洛尘率6名残兵突围成功，尚在人世。陛下，臣儿还活着。无父无犬子，洛尘果然没有让朕失望。传令北境各州，传令北境各州，
全力支援洛家，调运粮草军械支援黑水城。遵旨。这3日，你们查到的消息可靠吗？确定无误。那日遇见的那鎏金马车里坐的正是北莽清乐公主凤双仪，她是女帝凤灵烟最疼爱的妹妹，自小养在深宫，骄纵得很。此次是偷偷出宫游玩，如今住在城西栖霞院，身边只带了50名护卫。凉州已经被封死，我们5人硬闯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如今只有兵行险招。世子，你不会想，那可是北莽公主，挟持她无异于捅了马蜂窝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铤而走险。凤双仪性格骄纵，喜欢热闹，朱雀街的杂耍便是我们的机会。李刚、王虎，你们负责制造声势；陈二狗，你负责表演杂耍，吸引他出现；孙三豹，你提前探查栖霞院，安排撤退路线。那世子你呢？我藏在人群里，等他靠近，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此行9死1生，怕了的人可以留下，我绝不强求。我的命是洛家给的，世子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陪世子闯。能给莽公主演一场戏，这辈子也值了。我一定给世子找到退路。成，我们杀出凉州；败，我们马革裹尸。但我洛尘在此立誓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定带你们活着回去。活着回去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今日还有压轴好戏。 3天了，凤双仪，你该来了。灵珊姐姐，今天的杂戏肯定更精彩，我都憋了3天了，你就让我出去看看嘛。公主不可，女帝陛下有旨，让臣护您周全。如今凉州正在搜捕洛尘，洛尘又是洛尘，他现在躲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出现在朱雀街？我不管，今日我一定要去。若是不让我去，我便绝食。公主，依你也可以。 但你必须答应臣，只在街边看一会儿，绝不能靠近那杂耍台子。臣会贴身保护你，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就走。我就知道灵珊姐姐最好了，我一定乖乖听话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日还有更精彩的节目。 公主小心！洛尘，都别动！想让公主活命，就给我让开一条路。洛尘，你敢动公主？是他，那个夏国世子洛尘，就是他血洗黑石镇、白羊镇，杀了他，替北莽百姓报仇。你是夏国世子，却挟持我北莽公主，难道不怕引发两国的大战，惹来灭顶之灾吗？ 两国大战，我若今日走不了，那便是你们北莽的灭顶之灾。不要！你们北莽铁骑踏入我夏国疆土，屠杀百姓时，可曾想过战火？萧周牧，我要3样东西：第一，半个月的粮草；第二，5匹最快的战马；第三，从我离开朱雀街开始，所有关爱放行，不得阻拦。这。 放你离开，就是放虎归山。我现在不过是一个带着几名残兵求活之人，我只给你们1炷香时间。放他们走！难道真要看着本公主死在这里吗？所有人后退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动手。 出城之后不准回头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给我撑到北境。是，通知凉州以北7州，大开城门放他们过境，千万放行，不得有误。保持距离，公主脱险之前，谁敢放箭，我先杀谁。洛尘，你逃不掉的，北莽将会成为你的坟墓。在我倒下之前，你会先死。 公
兵，黑旗军没有丢下兄弟的规矩，活着跟我回去，少一个都不行。终于到了，只要跨过那条界河，他们就拦不住我。将军，洛尘挟持公主已经到了营门外，她竟然真的活着闯出了凉州。传令开营门，公主若有闪失，我们担待不起。陈儿，开城门，点齐亲兵，随我接世子回家。昔日北境第一少将军，昔日北境第一少将军，如今却靠挟持一个女子活命。洛尘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北莽铁骑踏入夏国屠杀百姓时，可曾觉得丢人？凤灵烟用10万大军围杀我时，又可曾讲过身份？只要能让我的兄弟活着回家，一草一木皆可为兵。就算是你北莽女帝，我也照用不误。今日我放你过境，但这笔账我北莽记下了。他日战场相见，我要你拿起长枪与我正面决一死战。回去告诉凤灵烟，今日这笔血债，我洛尘迟早100倍奉还。谁敢再伤我儿一步，谁敢再伤我儿一步，我便率黑旗踏平此地。下一次，你不会再有今日的运气。下一次，我也不会只带4个回来。陈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苦了你了。你小子比我当年还狠，以自身为饵，调动北莽大军。走，先回府，厨房已备好了羊肉汤，其他事情等你休息之后再说。云浅雪，洛尘就在黑水城内，为何不攻城？如今6万大军在手，踏平黑水城，北境16州便归我北莽。左贤王，你还没看清自己输在哪里吗？你率5万大军突袭洛霹雳，却被洛尘8000骑兵调走2万骑兵。你追杀洛尘2万骑兵，却让雷战用7000黑骑救走镇北王。你以为自己在追杀他，实际上你一直被牵着鼻子走。一个毛头小子，值得你如此忌惮？他带500人穿过10万大军，还活着回来，你觉得他只是毛头小子吗？今日洛尘就在黑水城，我必须攻城。黑水城兵精粮足，洛天罡经营数10年，现在攻城只会让将士白白送死。我不是阻止你报仇，我是在阻止你葬送北莽。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洛尘活着回来了，北莽100万铁骑竟没能留下他。他身上有当年洛天罡的影子。洛尘未来继任镇北王后，朕的皇子，谁能压住他？洛家4世3公，势力盘根错节。如今洛尘又在北境立下威望，若继续任其成长，恐怕朝廷再难制衡。陛下，不如借世袭罔替之名，召洛尘回京。北境是洛家的天下，我们动不了他。但到了上京，没有黑旗，没有北境军权，他便只是一名世子。陛下，此次北境大战，6皇子刘丹率南境军团驰援，若能趁此机会接触黑旗旧部，朝廷便可逐渐收拢北境军心，借北境大捷之名厚赏洛家，再以镇北王年迈为由，让洛尘代父回京述职。如此既保全皇室颜面，又能让洛尘离开北境。好一个代父述职，此计甚妙。完颜烈主战，云前许主退，战还是退？陛下，洛家的黑旗不是容易吞下的骨头，但我们的内部矛盾急需一场新的战争转移。洛家势大，硬拼只会损耗北莽实力，不如转战西疆，既能解决内部压力，又能避开黑水城锋芒。还有一点，北境大战持续，北莽商路已经断绝，若物资短缺，动摇的将不是军队，
而是整个北莽民心。陛下，可留部分兵力镇守北境，其余大军转战西江。凌月将军，此计虽稳，却还不够。北莽军中，老派将领掌控70%兵权，少壮派只有30%。若想稳定朝局，就必须重新平衡兵权，让云浅雪率3万兵马镇守北境，让完颜烈率2万精锐西进。表面是分兵作战，实际上是重新调整军中力量。好一个一箭三雕，雷儿，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。传朕旨意，云浅雪率3万兵马镇守黑水河，不得擅自行动；完颜烈率2万精锐平定西江，让云浅雪立即护送双仪回京。如今北境局势未稳，公主不可再有闪失。是母后。是陛下。原来真正布这场棋局的人，竟然是眼前这位年轻的储君。洛尘奉旨回京，名为代父述职，实则是朕要将这头北京的麒麟困在京中。只是这小子心思缜密，怕是探不出他的虚实。朕要选一位皇子与洛尘接触，来摸清洛家的底牌。你们觉得谁最合适？陛下，太子身份尊贵，与洛尘接触，既能彰显朝廷重视，也能探查北京态度。不可，洛尘乃北境少将军，历经尸山血海，太子身份太过敏感，与他接触，无论亲近还是疏远，都容易引起猜忌。李清，你认为谁合适？陛下，二皇子刘刚或许可以。刘刚，二皇子虽然性情急躁，但最敬重英雄，两人皆懂军阵武道。不可，二皇子背后牵扯军中势力，一旦处理不当，反而会让洛家警觉。臣认为三皇子刘毅然更合适。老三，三皇子痴迷机关术，不涉朝堂争斗，在外人眼中，他只是一个研究军械的闲散皇子。洛尘对他不会产生戒心，两人可以从机关、军械、守城之法谈起，最容易在无意之间让洛尘透露出北境军务和真实想法。就依林清所言，让老三刘毅然接触洛尘。臣等遵旨。洛尘，朕倒要看看你这北境麒麟究竟有多少锋芒。好一个代父述职，好一个共睹麒麟子风采。陛下这是要把臣儿当成人质困在皇城之中。可说到底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你们看到的是战报里的少将军，可我去年去北境看到的却完全不同。那小子打完仗，脱下战甲就往军营厨房跑，抢厨子的烤羊腿，和士兵赌钱输了耍赖，穿着泥靴直接踩进帅帐。当时我觉得他没规矩，可现在看来，这或许正是他的保命手段。什么意思？所有人都认为洛尘是北境杀神，如果他进京之后，依旧保持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呢？皇帝和那些大臣就会觉得他只是个没心机的年轻人，他们会放松警惕。不错，陛下想要的是洛尘的把柄，不是一个浑身锋芒的敌人。但有3点必须牢记：第一，不谈北境兵力，不谈黑旗部署；第二，不与任何皇子私交；第三，不参与朝堂党争。上京的3教9流我会盯着，我会提前放出消息，让朝廷认为臣儿只是个不懂规矩的纨绔子弟。镇北王为何不见世子洛尘？雷战，臣儿去哪儿了？世子他说，世子去了翠花楼听曲。这个逆子！本官倒想看看，这位北境麒麟子究竟是什么模样。陈二狗，说，少爷在哪儿？少爷听完曲嫌不好听，去凤云阁玩筛子了。反了！洛尘！爹，轻点，耳朵要掉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王府镇守北境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牛羊1万头。谨召世子洛尘回京，代父述职，详述黑水城战事与北境防务。旨意到日，洛尘即刻整装，星夜赴京，不得延误。钦此。
谢主隆恩。世子爷，此番上京，可是陛下亲自点名，望世子莫要负了陛下厚望啊！放心放心，咱家定然去上京好好风光一番。爹啊，我这一去上京就是羊入虎口啊！没有雷战保护，我怕是连完整的尸身都回不来了。我舍不得北京的炕和烤羊腿啊！让末将陪世子上京吧。不行，你也去了黑旗谁管？北境防线谁守？这小子演得倒像，藏起3分锋芒，才能在上京活下来呀。张总管，前面79色酱香饼不错，我去买2个，顺便再逛逛。世子爷，你可是奉旨回京述职，不是游山玩耍。张总管，人生苦短，赶路也要有滋味儿。二狗，去看看有没有西瓜。好嘞。张总管，先吃块瓜，赶路不急。此子虽然顽劣，但待人谦和，非传闻中的纨绔。念出来。镇北王世子一路南下，日日游玩，买酒吃肉，与百姓讨价还价。好一个洛尘，朕还以为他是个少年战神，没想到竟是如此性子。陛下，洛尘身为世子，如此行径，恐失将门威严。陛下，犬侄年少顽劣，还请恕罪。罢了，年轻贪玩也属正常。看来这洛尘比朕想象中更容易掌控。雷战，洛尘去了上京，你留下来守北境吧。可世子身边只有陈二狗和王三宝，我担心。他是洛家的世子，他的路要自己走。三殿下，洛侍郎，老奴奉旨将镇北王世子洛尘安然送到。张总管辛苦了。晨儿呢？世子在城外小河边见河里的鱼肥，非要抓几条献给陛下，结果不小心掉水里了，现在正在换衣服。洛侍郎，您不知道，这一路老奴可被世子折腾惨了。10日的路程走了半个月，不是去酒肆喝酒，就是和小贩争论。父皇让我接近的人就是这样的纨绔。三叔，我抓到鱼了，陛下一定喜欢。抱好了，别跑了。洛尘，见过三殿下。这小子明明熟读礼法，偏偏故意装这样。臭小子，路上的戏演够了吧？进京之后，少说多听。问北京战事，就说全靠你父亲指挥。还有刘毅然，他不是简单的陪你入京，他是陛下放在你身边的一双眼睛，你的一言一行都会传回皇宫，无论见谁说什么，都不能露出半点锋芒。五叔放心，既然来了上京，这场戏我会陪他们演到底。他们想看一个废物世子，那我就如他们所愿。晨儿，记住你五叔的话，陛下可以觉得你顽劣，但金銮殿上不能有半点错处。我一定不会给洛家丢脸。这就是父皇让我接触的洛尘。臣洛尘参见陛下。你就是洛尘？城外捞鱼掉进河里的也是你？回陛下，那鱼实在肥，臣想着北境没有这么鲜美的鱼，就想带回来孝敬陛下。好一个实诚的小子！赐座。陛下，臣有疑问。讲。世人皆称洛世子纨绔，可臣听闻世子曾率8000轻骑解鹰嘴崖之威，500残骑深入北莽凉州，在数十万大军围剿下，竟挟持北莽公主，全身而退。如此胆魄谋略，岂是一个纨绔能够做到？洛世子，你故意藏拙，究竟有何目的？苏大人误会了，鹰嘴崖是雷战出的主意，我只是跟着他冲了一趟，后来逃回来也是将士们拼命保护。
那挟持公主呢？那是一个叫李斯的老兵想的办法。此人在何处？死了。凉州突围时被北莽骑兵斩杀。世子，此事无人证明，你如何解释？好了，洛尘初入京城，不谈朝政。陛下，臣炖的鱼快好了，回头让陈二狗给陛下送来尝尝。你这小子！你们觉得洛尘是真的纨绔？臣认为他在藏拙。此子年纪轻轻，却能骗过满朝文武，心性不可小觑。张华，说说你一路观察的情况。回陛下，世子确实贪玩，但待人谦和。他会给百姓分食，也会主关心随行之人。他到底是真纨绔还是假藏拙？让老三继续跟着他，朕倒要看看这头北境麒麟究竟藏了多少锋芒。世子，这块鱼腹是我先看见的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战场上可没人跟你讲先来后到。那三人是谁？为何能在宫门外生火吃东西？公主，为首之人是镇北王世子洛尘，他今日在城外捞了2条鱼，一条送给了陛下，另一条便留着自己吃了。他就是率军冲破北莽围杀的少将军。咱们吃的鱼和陛下那条是同一条河捞上来的，也算沾了皇上的福气，吃上御膳级别的鲜货了。上京的姑娘都生得这么好看，姑娘也想吃，给你，这块最嫩。世子，世子，她是双华公主，陛下最宠爱的公主。公主，洛世子的好意，本宫心领了。这鱼肉，世子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原来是公主殿下，失敬失敬，俺在北京也惯了，不懂上京规矩，公主别见怪。皇妹，天色已晚，该回宫了。洛世子，父皇命本王陪你熟悉上京，明日辰时，本王会亲自登门。好说，三殿下慢走，公主慢走。上京的风，果然比北京的刀子还磨人。皇妹，以后离洛尘远些。此人能从北莽数十万大军全身而退，绝不可能像表面这么简单。皇兄，可我看他倒不像坏人。都这个时辰了，晨儿怎么还没回来？从宫门回来不过半炷香，他不会又惹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少爷让厨子炖了2碗鱼汤，又带着陈二狗和王三棒往宫里去了。晚上还有接风宴，他怎么满脑子都是鱼？方才双华公主见我递鱼，是不是已经认定我是个吃货？那肯定的，您的模样跟北京村口抢肉的二路子一模样。公主都笑弯腰了，指定信了。这就对了。洛尘，五叔，疼，鱼汤要洒了。二叔他们等着给你接风，你却蹲在宫墙下喝鱼汤，还议论公主。这鱼虽然精致，却不如宫墙根下炖的入味儿，少了点烟火气，香也习气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若不是仗着骆家门楣，与上京那些吃喝玩乐的顽吏有何区别？三哥此言不妥，民以食为天，洛世祖率真随性，总好过满口礼法背后算计的伪君子。不要被他的表象迷惑。北境每年消耗朝廷大量钱粮，他留在上京，只会惹出更多麻烦。我看他只是个爱吃鱼的少年，比整日板着脸的人有趣得多。三殿下，往后哪里有好酒好肉，就全仰仗您了。本王只是奉旨行事。公主方才替我说话，这杯酒敬您。洛世子客气了。2叔、3叔、4叔、5叔，如今上京的水到底有多浑？上京目前分为3股势力，第一股是雍黄派，以苏司为首，户部、兵部、督察院和锦衣卫皆有他们的人，他们只听陛下的命令，最想夺走的就是北境兵权。第二股是中立派，工部尚书、上京令与6门提督不愿卷东唐征，只求自保。
你若不招惹，他们也不会主动为难你。最后是骆家旧部，六部里有几名侍郎和张仲出自骆家门下，遇事可以暗中相助，但绝不能公开联系。陛下最忌惮的就是骆家结党。你今日表现得很好，以后必须继续纨绔下去，让所有人相信你胸无大志。雍黄派想夺兵权，中立派只想观望。骆家旧部虽忠心，却经不起陛下清洗。陛下召我入京，就是把我当成一颗摆在明面上的棋子，用来试探骆家和朝堂各方。看来你早已看清了。既然他们想看纨绔，我便演给他们看。只要北境无事，我在上京多丢几次脸又算得了什么？哎呀，你们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，什么兵权、党争都不如鱼汤好喝。你这个混小子，宴席上丢尽骆家颜面，还敢装傻！二叔饶命，三叔别打了，快跑，叔叔们疯了！你死，就回来！骆家4人因骆臣攻强吃鱼，宴席失礼，招惹公主，在密室对其严加管教。骆臣不但没有悔改，还大闹太尉府，带着随从逃出去喝酒，确实是一副纨绔模样。陛下，此人越是表现得荒唐，越可能是在刻意藏拙。双华公主已经开始维护他，三皇子也认为此人城府极深，若继续留在京中，恐成心腹之患。藏拙也好，真纨绔也罢，只要将他留在朕的眼皮底下，隔绝北境2年，他便只能装2年废物。即便他真是天才，朕也能把他养废。传旨给6皇子刘丹，骆臣不在北京，黑旗少壮派失去主心骨，正是分化他们的最好机会。让刘丹借驻军黑水河岸之机，拉拢黑旗中下层将官。10万黑旗中，只要有10几个将官倒向朝廷，骆家的铁板便会出现裂缝。臣遵旨。把我困在上英，再动黑旗军。刘裕，你终于露出真正的目的了。骆世子这身打扮是准备去访尸捡破烂，还是故意丢骆家的脸？逛街就得自在些，穿得像只花孔雀，走2步还得端着架子，多累啊！本王奉旨带你熟悉上京，你最好安顿些，别再惹出乱子。这锤子落得太软，比北疆老铁匠差远了。马听了，快躲开！多谢公子救命！这马劲真大，差点把我胳膊扯断。多谢公子救下小民的马，还请公子过府一叙，容我重谢。过府就算了，给我2斤糖人，1坛花雕，这事儿便两清了。是啊，快去准备啊！三殿下，走啊，接着逛。能单手制住战马的人，真会只贪图一坛酒。世子，金马是谁安排的？苏司的人。张掌柜是苏家的远房亲戚，缰绳被提前动过手脚，人群中还混着名苏府家丁，专门观察世子的反应。刘毅然和皇宫暗卫呢？3皇子的马车停在醉春坊外，皇宫暗卫林峰始终跟在后方。世子制服金马的过程，他看得一清二楚。继续盯住苏府和皇宫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暴露身份。属下遵命。那个姑娘衣服倒是好看，就是腰太细，怕是扛不住北境的风。还是北境结实，能骑马也能射箭。这个脸上的胭脂太厚，跟唱戏似的。光天化日之下议论女子，成何体统？我们只是看看热闹，又没干坏事。够了，本王请你吃饭。吃饭？今日我请客，上京最贵的酒楼，随便挑。那就去金玉楼。燕窝、熊掌、鹿肉，这些都上。世子，既然3皇子殿下都点了这么多，咱们可不能替殿下省银子。这个金玉楼的招牌菜也来一份。
多点些，今日我高兴。骆世子，如今北莽退兵，中央军驻扎黑水河南岸，你认为北境接下来该如何布防？北境局势我听不懂，我平日只会骑马打猎、喝酒吃肉，军政大事都是父亲和雷战管的。那你对黑旗军的调动也一无所知。这肉真香，比北境的烤兔子可强多了。世子，我去趟茅房。我也去。你的2个跟班倒是机灵，吃饱便跑。骆世子，该结账了。三殿下稍等，我也去趟茅房，马上回来。殿小二，洛尘去哪儿了？骆世子已经走了，他让小的将这张纸条交给殿下。三殿下，我请客，您结账。我身上没钱，劳您负累。洛尘，你这个混账！苏斯是我的身手，刘依然套我的军情，皇帝派人盯我的一举一动。既然你们都想看戏，我便让这场纨绔戏再热闹一些。三殿下，小殿规矩，概不赊账，本王会少你这300两银子不成？结账。太子殿下爽快，一顿饭吃掉300两，还找我借钱，你嫌皇家的脸丢得不够吗？都是洛尘那个混账，他蹲在胭脂铺外议论女子，遇见金马却故意装成贪小便宜的纨绔。我试探北境军情，他一句有用的话都不说，嚷嚷着要请客吃饭，结果留下字条让我替他结账。洛尘能与刘丹、云浅雪并称3杰的人，他越把纨绔演得逼真，就越说明他的心思深沉。他真是在藏拙，以后离他远些。这上京的水，比你想象中更浑。你确定这里的韭菜不要钱？世子放心，流水席管够，有便宜不占，那才是吃亏。多装点，北境可吃不到这么精致的东西。这是哪家的乡野子弟，竟敢来诗会丢人现眼？这糕味道不错，诸位要不要尝尝？骆世子倒是随性，青龙寺的桂花糕确实是一绝。公主也来赏花，这糕点是好吃，就是不识塞牙缝。他竟是镇北王世子洛尘。骆世子初入上京，不熟悉诗会规矩，今日只是赏花同乐，诸位不必拘泥。越多人相信我是废物，我在上京便越安全。黑旗现有8万兵力，已是大夏最强军队。此时扩军，劳民伤财，绝不可行。去年北境军费已占国库30%，若再扩3万，国库根本无力承担。黑旗军只听骆家号令，若继续扩军，北境岂不是成了国中国？黑旗虽有8万，却要分守北境16州，黑水河一战折损2万，若不及时补充，北莽再次南下，谁来守国门？北莽目前并无南下迹象，骆家此时扩军，恐怕是想借机壮大势力。北境将士以命守国，你却在朝堂污蔑忠良，居心何在？骆家已经捐出北境3年赋税作为军费，如今将士缺衣少粮，还要阻止补充兵力吗？够了，扩兵之事容后再议，诸位应以大局为重，不得因私废公。洛尘在访视单手制服金马，却索要糖与酒，随后在金玉楼装傻避开三皇子的试探，还留下300两账单逃走了。午后，他又带着随从去青龙寺诗会，蹲在角落胡吃海塞。双华公主曾出面替他说话，第1天便让老三吃了这么大的亏，或许该再派一个皇子去帮帮他。扩军3万，你们打的倒是好算盘，可这大夏朝堂还轮不到你们随心所欲。今日以春、边、治为题，骆世子久居北境，不如先作一首，让我等见识见识边塞风骨。作诗俺不会，不过军营老兵喝醉后倒是常吼几句：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
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真边塞之音，当悬于匕首。就做再好，也非世子亲作，不如现场赋诗。还想逼我露底？吹花成剑，诗词和花瓣都是取巧。你在北境的战绩不过是仗着黑旗军势大，你可敢与本王比一场？殿下身份尊贵，俺不敢。你若是怕，让你2个跟班一起上也行。二狗，陪殿下过几招，点到为止。二狗，洛尘，该你了。世子，属下无能，没事儿，你的账我来算。二殿下既然想指点，那俺便陪你玩玩。你只会躲吗？您拳法太猛，俺差点接不住。你使诈！切磋难免磕碰，方才殿下不也是这样说的吗？既是切磋，便到此为止。二皇兄权势刚猛，洛世子深谙巧丽，各有所长。属下这条命是世子的，一条胳膊不算什么。你的命是你自己的，你受的伤也不会白受。不是刺杀，是警告。伤口的位置竟与陈二狗受伤的左臂相同。世子，让木匠做就行，您何必亲自动手？木匠又不知道你哪里疼，我在这里挖个凹槽，才不会硌着。世子，昨夜二皇子的亲信在城西溺水而亡的事儿已经传开了。别人家的意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属下明白，他们想查就让他们查，没有证据的恐惧，才最能让人记住规矩。世子，刚才外出东市，至少3拨人盯着我们。宫里的、军中的，还有专门吃丁超饭的，全都来了。热闹些好，过年嘛，戏台越热闹，咱们就越要演得卖力。奴婢奉双华公主之命，请世子今晚前往琼华苑参加小年宴。公主说，御膳房准备了北地风味，还有世子喜欢的酱板鸭。有好吃的不去，那不是傻子吗？告诉公主，我一定到。世子，公主突然设宴，只怕宴无好宴。贴身侍女亲自来请，不去就是不给皇室脸面。你陪我入宫，二狗留享伤。殿下私下邀请洛世子，说让陛下和皇后知道。小年家宴，请一个客人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好奇，那个能念出边塞绝唱，让二皇兄吃亏，还可能让皇宫暗卫受伤的人，究竟哪一面才是真的？走，去吃公主的宴。老丈，这个多少钱？20文。竹墨骨架，3层黄纸，外面贴层金箔，成本最多5文，14文，卖不卖？世子，咱真拿纸元宝送公主，人家可是金枝玉叶。你有钱还是我有钱？啊，洛世子，这是送给本宫的。招财进宝，岁岁平安。虽然不值钱，但意头好。小翠，把它摆在最显眼的地方。这是御膳房照青龙寺的方子做的鸭腿，世子尝尝。就是这个味儿，比青龙寺的还入味儿。世子来京多日，除了访视，
可曾看过上京其他景色？俺光顾着吃了，上京还有什么好地方？青龙寺后山有泉，秋日夕阳落下，候鸟掠过天际，像远方的潮水。西南还有小马高原，野蜜趣盛开时，整片山丘像铺着紫色绒毯。北境也有一片黑风原，秋天草浪翻涌，像烧到天边的金海。雁阵南飞时，整片天空都是鸣声。地方虽然荒凉，但看得久了，心也会变得开阔。有机会，我真想亲眼看看。公主，时辰不早了。今夜多谢公主款待，世子能来，我很高兴。小年安康，也祝公主来年想要的都得到，想看的都看见。世子，公主殿下真是个好人。今夜的宴没有刀，也没有算计，可在这座皇城里，越干净的东西越容易被人盯上。洛尘入京后，京城外新出现的可疑之人已超过300，这些人训练有素，疑似经过严密训练的死士谍探。禀皇上，双华公主多次派人前往太尉府，小厨房也频繁试做北京菜肴。洛尘到底是忠还是逆？洛家拥兵自重，宁雪却与洛尘越走越近。藩镇世子与皇家公主绝不能嗔亲，朕得考考他了。但愿除夕之后能见分晓。陛下，北境黑旗已有8万，此时再扩3万，空耗国逃，动摇国本，绝不可行。两马云靴甲具军饷耗费巨大，完颜烈西进也可能只是疑兵。北境16州防线绵延千里，8万黑旗军分守各州，早已捉襟见肘。水河一战折损2万，如今补足3万，并非壮大私兵，而是恢复防线。够了！黑旗折损2万，可先补足2万，余下1万以后再议。退朝。洛尘，你在北境随镇北王巡边练兵，对军务之事应当有所了解。今日君臣同乐，你便说说黑旗军如何治军、安军、用兵。陛下，臣不过跟在父王身边混口军饭，哪里有什么见识？不必过谦，随意说说。黑旗治军根本在意一个信字，军法必须明，赏罚必须公，士卒的后顾之忧必须有人管。父王当年急行军采坏百姓农田，也曾当众自领20军棍。军中将领若不能与士卒同担生死，便没有资格让他们替自己冲锋陷阵。再说安军，边军长期戍守，最怕无事可做，心生怨气，所以黑旗平日不断操练，也要修成屯田巡防。那用兵呢？以正合，以奇胜，还要小股精锐迂回袭扰，则是战场的变化。北邙骑兵来去须传的军令决断必须下得快，将士也必须动得快。言简意赅，切中要害。洛世子果然并非池中之物。陛下，臣有一议，洛世子深通军务，若一直留在京城，只怕荒废才能。南疆正是有用人之际，何不派洛世子前往南疆协助防务，既能平息蛮患，又可磨练世子，实为两全其美。世子是镇北王府继承人，北境更需要他。南疆自有镇南军，何必让北境世子越俎代庖？洛世子是大夏臣子，为国效力，岂能分南北？陛下，臣方才只是胡说几句，当不得真。南疆瘴气横行，蛮族凶悍，臣实在难当大任。臣还是留在京城读书为好。调往南疆，能阻止他继续接近宁雪，还可看看他的真正本事。少年人应当志在四方。元宵过后，朕会任你为南疆宣使，兼任协理防务，前往南疆平息蛮患。陛下，朕意已决，不必在意。臣领旨。南宣府使，协理防务，这不是重用，是借刀杀人。洛尘一旦进入南疆，原本的棋局便会彻底改变。少爷，咱们真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敲锣打鼓告诉全京城，我被发配南疆了。这里是黑旗巡防路线，你们挖这些沟和战马如何通过？这是陛下旨意，加固防御。雷统领若有异议，可上书兵部。
住手！殿下，北莽云潜雪3万精锐就在对岸，现在把心思放在这些工事上，若敌军来袭，谁负责？南岸工事奉旨而行，是为增强黑水河整体防御，巡防路线可稍作调整。此事本王会与镇北王协商。王爷远在寒江城，黑水河防务如今是殿下主持，你把心思都花在挖沟垒墙上，小心被敌军捅了后心窝子。雷统领，军务如何安排，本王自有考量。你只管做好分内之事，若再无端滋事扰乱军心，军法不容。南疆，陛下，洛尘已经离开京城，前往南疆。刘丹与黑旗军之间的矛盾也正在进一步扩大，北境洛家少了一根主心骨。千雪，完颜烈此时率军在西疆作战，朕许你在黑水河前线伺机而动，不必急于求成，但要像一根刺，牢牢扎在刘丹心上，让他寝食难安。至于南疆，让我们的棋子动起来，给那位新去的洛世子添把火，加把柴。儿臣明白。陛下，暗卫回报，洛世子轻车简行离京，只带了一车一仆和一伤者，还有公主送的伤药和烟梅子，看起来像松了一口气。松了口气，除非他早有预料，甚至求之不得。传旨，南疆各部务必配合洛宣抚使协理防务。另外，我要知道洛尘见了谁，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。是。世子奉旨南下协防，乃国之重任。只是南疆军务向来由兵部与都督府负责，地方官府只管粮草。若世子调兵，只怕需要兵部文书。孙大人多虑了，本世子奉旨协防，只为了解军情民生，为朝廷献策。调兵遣将，自有南疆都督府处理。世子果然深明大义，只是锦官城事务繁忙，世子若想巡视城防，了解民情，恐怕还需等待。无妨，本世子正好在这锦官城中走走看看。对了，听闻蜀锦商会会长王猛是巴蜀商界翘楚，不知大人能否引荐？这个，王会长近日忙于贡品之事，恐怕……那就改日。本世子先告辞了，孙大人公务繁忙，不必相送。大人，他这是……他在找切口，王猛那边你亲自去安排。我家老爷突然风寒，不便见客，世子请回。风寒？正好，我带了北境百年山参，专治风寒。王会长这病，好的倒挺快。世子误会，是下人不懂事儿。今日来，是想与你谈一笔生意。北境棉布年产15万匹，想借贵商会渠道销往南疆，利润3期，商会期。第一批3000匹，3日后抵达，卖不掉，我全额收回。这些棉布是给南疆将士准备的冬衣，做的是军需，也是民心。这位世子不是来游山玩水的，他是来拼命的。世子，王猛会答应吗？会。商人重利，也惜命。我给他利益，也让他看到了拒绝的代价。北方的狼已经盯上了南疆的钱袋子了。世子，尾巴还没甩掉，让他们跟。黔州知府赵广坤是刘丹的人，我们进入他的地盘，他自然要尽地主之谊。洛世子，下官盼星星盼月亮，可把您盼来了。赵大人客气。前地穷苦啊，要钱没钱，料粮没粮。去年旱灾，今年秋雨不断，百姓实在艰难。赵大人辛苦。不过本世子此次南下，一为协防，二为体察民情。黔州虽然贫瘠，却是南疆要道，不知城防工事和卫所兵备如何？兵源不足，军械老旧，只能勉强维持。
听闻朝廷今年拨了南疆额外军费，赵大人可曾收到？或许文书还未送到。听闻前地商会掌控多条山路，若善加利用，未必不能发展。他想动地方商路吗？大人，不好了，药材室起火了！外乡人，撞了人还想走？知府大人担心城中混乱，特命我等巡查。世子，这是赵广坤安排的吗？他是在告诉我，黔州城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我家老爷今日不见客，本世子亲自来，也不见。骆世子请。我想借贵商会马帮运一批棉布去青衣镇，第一批500匹，10日后抵达。青衣镇靠近前线，风险太大。南疆将士缺衣，我奉旨协防，总要做些事情。若途中遇官府阻拦，我会弃货。成交。张凡会答应吗？会。赵广坤烧的是药材铺，也是张凡的退路。他会明白，想活下去，就必须选择新的靠山。洛尘动了张凡，10日后北境来的货，一律扣下。若他执意要运，就让山匪解决。世子，再有30里就是云州城。自从离开黔州后，一路太平的有些不正常。暴风雨前的宁静，云州知府周显是刘丹麾下第一智脑，号称如虎。赵广坤喜欢直接试探，而周显不会。那他会怎么做？等，在云州，我们是客，客随主便，主不动，客不动。末将李勇拜见世子。李将军不必多礼。末将近日军务繁忙，又奉知府大人嘱咐，不敢打扰世子，因此今日才来拜见。云州卫现有兵8000，战马1200，兵器甲胄尚可，只是粮饷只够维持3个月。那朝廷拨下来的粮饷呢？杯水车薪。云州虽是粮仓，但粮食大多运往南疆前线，本地储备不足。此事本世子记下了。世子，云州看似太平，实则暗流涌动，还请多加小心。他是在向我们示好。他在观望。周显掌控文官体系，他这个位置回使并不好过，但现在还不到拉拢的时候。世子擅闯私宅，可不是君子之举。我递了3次拜帖，邢会长都不见，只能亲自来了。云州商会掌控南疆3成粮道，5成布匹转运，邢会长可比不少官员还重要。世子有话直说。北境棉布年产15万匹，我要借云州商会渠道销售南疆，利润7/3分，关税损耗由我承担。条件不错，但云州商会不缺生意。这不是生意，这些棉布是送往前线给将士过冬的。邢会长帮忙是为国分忧，若不帮忙，本世子只能上奏朝廷，说云州商会坐拥粮道，却不愿支持前线。世子，这是威胁。不是威胁，是选择。10日后，第一批棉布出发。成交。对了，这局棋，邢会长输了。后生可畏啊！这是冲着行道来的。周显不动我，他动行道，这是告诉所有人，云州谁说了算。
老爷，周知府这是逼我们退出与骆世子的合作。已经答应的事不能反悔，恢复粮价，补偿农户。另外，把账本抄一份送去给骆世子。周显既然想玩，就陪他玩大的。不愧是行当。告诉六殿下，云州的鱼已经入网。孙三豹，属下在。叫七杀卫入云州，我要知道周显这5年在云州做过的所有事，见过什么人，收过多少钱，一笔一笔查清楚。那刑道呢？也查。是。怪不得李勇会来找我。周显控制粮饷，李勇这个位置会使自然处处受制。周显贪墨属实，5年间倒卖军粮8000担，贪墨粮饷12万两，其中4万两送往北境，其余银钱用于购置田产、商铺。证据呢？密室账册3本，钱庄存银票据，田庄地契副本，已全部拿到。另外，周显管家交代，3日前收到六殿下密信，信中只有一句：若事不可为，可断尾求生。传令，明日卯时，七杀卫封锁知府衙门，孙三豹随我拿人，陈二狗去找李勇，让他调兵封锁云州4门。什么人？钦差办案，开门。骆世子，周显，贪墨军饷12万两，盗卖军粮8000担，这些罪你认不认？这是诬陷！你可以继续喊，不过你那管家已经招了。刘丹让你断尾求生，可惜他没告诉你，你就是那条尾巴。拿下！这周显当真是富可敌国。末将李勇听候世子差遣。周显已拿下，云州卫粮饷全归你。世子放心，末将定不负所托。你不是狱卒。六殿下说了，尾已断，该上路了。不可能，殿下答应过保我。你还有用的时候，他会保你。现在，你只是累赘。看来有人坐不住了。周显这一死，刘丹保住了颜面，朝廷有了交代，李勇得到了权，我们也拿到了云州。走吧，该去见行道了。这云州商路该重新站队了。3日查清，4日拿人。洛尘南下不到20日，先控巴蜀商路，再掌前地资源，如今连云州军权都握在手里。反观刘丹，4个月10万骑就在他眼前，他连一队人马都没有拉过来。陛下息怒，黑旗军只认骆家虎符，骆家3代经营，根基太深。根基深，这不是根基的问题，是能力的问题。朕本想让他离开北境，在南疆这潭浑水里沉下去，没想到他竟然潜龙入渊，反而越游越深。陛下还有一事，六殿下刘丹请求调回南疆，殿下认为南疆局势突变，需要他制衡洛尘。制衡？看到洛尘崛起，他坐不住了。传旨，刘丹忠勤有功，但北境防务关系国本，黑旗军同化大计，不得半途而废。南疆之事，朕另有安排。4个月，他们表面尊敬我，实际上防我如贼。再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比我更适合站在棋盘中央。告诉孙文远，洛尘运往青衣镇的物资全部严查，尤其是北境棉布和粮食，我要让他的底牌过不了南疆这条路。世子，云州卫现有8127人，剔除老弱和关联人员后，剩余5800人。5800人太多，世子，我要的不是守城兵，我要的是能上战场的刀。这2000人由你亲自训练，半个月后随我去青衣镇。世子，2000人去前线会不会太少？兵贵精不贵多，
我要的是一把尖刀。是。给我查。孙大人，这是军需物资，有钦差手令。本官收到密报，货物涉嫌违禁，必须检查。奉镇北王世子令，此批物资乃前线将士东衣，谁敢阻拦，以延误军机论处。巴蜀、黔州两地皆想拦截，但见黑旗军后全部退让。很好，传令，7日后兵发清义镇，我要在那里扎下第一颗钉子。什么味儿？君子不器。别动，只要配合，不会伤你。娘，我还想吃糖。谁？你们是谁？想要钱？库房在。不要钱，只要张大人写几个字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第一，撤回所有针对北境商路的调查；第二，告诉六皇子，洛尘势大，你无能为力；第三，签下效忠书。效忠谁？你说呢？我签。衙役，捕快，驻军全部出动，把锦官城翻个过，也要找到他们。是。孙知府，我家人在哪儿？我要见他们。别急，先把这个签了。这是谋逆！谋逆？周显死了，你觉得六皇子还会保你？签了他，还能保住你们一家？笔。世子，孙文远和张骞均已经签下誓书。很好。世子，这些人真的可信吗？不需要相信，只需要他们害怕。周显就是那只杀鸡儆猴的鸡，他们若不想成为第二个周显，就知道该怎么选择。兄弟们，此去清夷镇乃生死之战，怕死者现在退出。本世子只说3件事：第一，粮饷加倍，战死后葬；第二，战场之上令行禁止，敢退者斩，敢乱者斩，敢同敌者诛9族；第三，跟着本世子可能会死，但你们的死会为百姓换来安宁。出发！乾隆已入院，猛虎已归山。朕这个好侄儿，真是给朕出了个好大的难题呀！世子，这就是清夷镇。比北境边城苦多了。末将风林宇奉都督府令，迎世子入城。有劳封将军。果然是来镀金的纨绔，带着这么多人，还有这么多物资，到底是来办差还是来享福？世子的驻地安排在城东校场，那里原本是废弃营地，简陋了一些。无妨。他们天天吃这个，别看，那是北京来的少爷兵，咱们这些穷当兵的，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。冯将军，请教一事。世子，请说。南疆防务最难的在哪里？最难的是让士兵吃饱，是让他们有甲、有刀、有药。伤兵没有药，只能等死。朝廷说援军、援物
可真正到手多少？将军说的对，缺甲可以造，缺粮可以运，缺药可以寻，但若缺了敢死的心，那才是真正的难。将军巡城辛苦，末将不打扰。这个纨绔世子好像和传闻中不太一样。分一点怎么了？这是我们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你？住手！告诉你们世子，管好自己的人，这里是青衣镇，不是北境。此事我的人有错，陈三豹领10军棍。是。月影者同样领5军棍。妥当。世子，明明是镇南军挑衅，为何罚自己人？因为军法不分亲疏，我不是来收买他们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跟随我需要的是规则。那这些物资呢？会给，但不是施舍。我要让他们明白，粮、甲、药都要靠战功去换。将军，那个洛尘今天倒是给了我们面子。面子？他是在告诉所有人，他的规矩由他来定。又是肉味儿，都是当兵卖命，为什么他们顿顿吃肉，我们连热汤都喝不饱？这是要做什么？奉世子令，今日起设夺食类。夺食类？诸位看到的肉、酒和棉衣，都是我营物资。世子说了，都是大夏儿郎，好东西不该只有我们享用。但是，军中没有白吃的饭，想拿就凭本事来取。镇南军各部都可挑战我营2000兄弟，比拳脚、比刀枪、比骑术、比剑法、比阵型都可以。凡有人能在我手下撑过30招，赏肉半斤，酒3两；若能胜我，赏肉5斤，银10两。10两银足够我们半年的军饷了。镇南军先锋营师长赵铁牛，请赐教。请。承让。我输了。赏赵铁牛肉1斤，酒半斤。虽未撑过30招，但勇气可嘉。谢世子。擂台之上，只有胜负，没有尊卑。教头，他不是在烧明王吗？我不比刀枪，比剑。承让。林教头好剑法，末将佩服。林教头，这是你的奖励。这是？听闻你喜欢喝茶，这是特意从北境给你带的。末将谢世子。今日就结束了，明天我们继续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带来的2000人不是北境黑旗，他们来自云州卫，他们也是镇南军的一部分。从今日起，擂台不仅对外，也对内，胜者双份伙食，败者减半。想吃肉，就靠自己赢。明白。林教头都输了那么久才赢，明天我也去试试。那个洛世子真是传闻中的纨绔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他让我们这些人觉得，我们的命也值几斤肉、几两酒、几件棉衣。世子，这地方是不是太简陋了？睡觉的地方而已，能躺下就行，多余的地方留给伤兵更好。从今天起，
我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。小子，省点力气，一会儿练刀有你受的。世子，您怎么每天都跑最前面？因为我是主将，如果我都跑不动，凭什么让你们跑？世子，给您多盛点肉。停。世子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我多吃一勺，就有人少吃一勺。难道我要带头破坏规矩？世子，您还真不像传闻里的纨绔。传闻都是别人嘴里的。老王，你们南疆的饼都能当砖头使了。世子，这您就不懂了，耐饿还顶大用。得了吧，上次那宝贝砖头差点没把你的牙崩完。世子，这地方风大，您受了。你们能守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南蛮最擅长夜袭，他们不会正面冲锋，总是在山林里找机会。所以我们必须比他们更了解这片山。世子小心！好，这陷阱不错，回头教教陈三棒。世子，属下听见了。世子，我想家。想家很正常，等伤好了回去看看。戒备！世子，是镇南军巡逻队20多人被南蛮烈风部包围。救人！世子，对方100余人，他们是大夏士兵，也是我们的兄弟。杀进去！援军来了！小虎躲开！世子，你管我！杀敌！一个都别放走！剑上有毒，是南班的烂肉毒。世子，都是我害了您！傻小子，战场上后背交给兄弟，今天是你，明天也可能是我。打扫战场，带上阵亡兄弟，我们回家。他可是世子啊，可他救的是我们的人。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有人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命也值钱。我错了，我曾经以传闻看他。传令，镇南军全体披甲，随我出城迎世子。世子中的毒是南蛮烈风部秘制5步倒，毒性不断侵蚀身体，反反复复高烧。世子伤怎么样了？听说昨夜又烧了一次，都是为了救赵小虎那孩子。这些年，咱们见过几个这样的上官。世子，军医说您的伤还需要静养，躺够了，可是毒还没完全清。世子，这是家中熬的鸡汤，补气血。将军有话直说。末将想请世子收下镇南军。镇南军是朝廷的军队，陈都督才是主帅。陈都督老了，不是年龄老，是心老。这4年，我们守住青衣镇，却从未真正打疼南蛮。为什么？因为缺兵、缺粮、缺饷，更因为没有人敢承担失败。可是世子来了，您和士兵一起吃饭，一起训练，您甚至替一个普通兵挡箭，您让他们知道，原来他们不是棋子，他们也是人。末将求您，带镇南军打一场真正的仗。起来，我不能收镇南军，但我可以保证，只要我在南疆1天，世子，镇南军的粮饷我负责，镇南军的伤亡我负责，仇军负责。世子伤未愈，不该奔波。有些事儿，再等就晚了。我要整顿南疆防务。如何整顿？3件事：第一，重编军制，镇南军、守城兵、骆子营混编训练优胜劣汰，打造真正能战之军；第二，重定饷，从北京调粮，从3州商会筹苦，保证士兵有粮、有衣、有药；第三，主动出击，打哪里？山西部。七杀卫已经查清，山西部最弱，与其他部族矛盾最大。拿下山西部，便能打开南疆腹地。世子，主动出击，一旦失败，朝廷会追责。我知道，
那你为何还要做？因为守着青衣镇，只能等敌人来，而我要让南蛮知道，大夏边军不会永远被动挨打。今日我宣布3件事：第一，南疆防务全面整顿；第二，成立南疆军需司，保证粮饷供应。1个月后，出征山西部。此次战利品，3成归朝廷，3成用于军需，剩下4成全部分给参战将士。我不要功劳，我要的是南疆10年太平，使兄弟们能活着回来，领赏银，盖新房，陪家人过日子。这个地方真的要变了。山西部只是开始，我要的是整个区域的安宁。世子要的不是一群敢死的莽夫，他要的是进入10万大山之后还能活着完成军令的人。将士们，你们是6万大军中经过层层选拔出的15000精锐。从今天起，没有镇南军，也没有落字，你们只有一个名字：南征前锋军。风林宇任副帅兼前军统领，陈三豹领中军，二狗掌后军与辎重。5日磨合，5日后兵发山西部。大明山西，大明山西！那个洛尘没死，他杀了我那么多勇士，还想主动打过来找死。他从镇南军挑出了1万多精锐，士兵2组甲尖，士气很高。山西部那帮废物离大夏人最近，实力却最弱。如果那个世子真要打，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们。山西部再弱也是16部之一，若坐视他们被灭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们。我们必须联合起来。联合？上一次联合攻青衣镇，你玄武部躲在后面，可分物品的时候倒没少拿。那是你们烈风部冲锋太急，打乱了部署。面对洛尘即将到来的进攻，南蛮16部虽然感到危险，却依旧彼此猜忌。所谓联盟，不过是一句没有约束力的空话。周显死了，孙文远、张骞也废了，现在连启年都任由洛尘整合镇南军。雷震，立即集结黑旗主力，强渡黑水河，夺回北境战场主动。殿下，黑水河水急，北邙攻势完备，此时强渡，伤亡必重。4个月了，本皇子在北境整整4个月，你们黑旗军可有一个营真正听我调线？我是奉旨督军，我的军令就是皇命。殿下错了。调动黑旗主力，需要镇北王虎符或者陛下明旨，并不堪合。末将只奉军令，不奉司命。殿下若无破敌良策，就请不要干扰黑旗军务。雷战，你想造反吗？六皇子殿下，好大的威风！黑军如何调动，自有军中章程。殿下奉旨督军，督的是军纪与协防，却无权直接命令数万黑旗渡河强攻。至于南疆，犬子奉旨协防，整顿军务，也是为大夏守疆。殿下既然身在北境，就该把心放在北境，心思莫要太杂。王爷，六殿下怕是越来越坐不住了。南疆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他当然坐不住。这臭嫂子倒是比他爹敢折腾。世子定能成事。南疆的剑已出鞘，而这把剑的第一道锋芒即将落在山西部头上。17000残人，是我咱疆真正落子的第一步。各部调整阵型，保持阵型，准备出发。前锋军开拔，骆子营前进。防务无忧，粮饷充足，为何所有人的说辞都如此一致？17000当大军，就算化整为零，也不可能没有任何消息。不是没人知道，而是有人不想让朕知道。林峰，朕命你秘密前往南疆。臣领命。查监视：第一，洛尘和他的军队到底去了哪里？第二，南疆3州关羽、洛尘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？第三，南蛮各度是否已经有所行动？属下明白。朕要真正的消息，不是这些粉饰太平的奏报。
人主攻，有人牵制，有人寻找破绽，不是普通杀手，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暗卫。鬼杀！林峰大人，久仰。世子早料到京城会派人南下，放心，世子有令，不取你性命，只是请你换个地方休息一段时间。以为你们把他怎么了？令郎无恙，世子仁厚，遣人探望，并留了些米粮银钱。世子让我转告林大人，陛下若问起南疆之事，你如实回答即可。蛮族凶险，地形复杂，世子行军谨慎，进展缓慢。至于军力细节、地方往来，林大人探查不易，所知有限即可。阿爹，他们是不是来抢粮的？乡亲们别怕，我们是洛世子麾下的南征军。世子有令，不得扰民，不得毁田，这些东西送给乡亲们。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这样的兵，不能再等了。这支大夏军和以前完全不同，他们纪律严明，再拖下去，我们都会被他们吞掉。硬拼不是办法，他们有粮有兵，还有那些山民的支持，那就让他们失去水和粮，堵水源，断补给，让他们自己乱起来。若只是让他们生病，还不足以打败他们，那就让山民害怕他们，杀几个带头的村民，烧几间房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敢帮助夏军就是死路一条。连洛世子的军队都不能相信了吗？这些鼠辈不敢与我军交战，就拿百姓下手。世子，我们是否立即进军，直取烈风、野狼两部，或者分兵保护沿线村寨？分兵保护只会被他们拖死。他们想用恐惧困住百姓，用鲜血逼退我们，那就让他们知道，恐惧从来不是他们的专利。王二狗，末将在，带2000精锐，换上南蛮装束，从此途秘密北上，不要攻击主寨，专挑烈风部与其他部族交界区域。他们怎么对待我们的百姓，那我们就10倍100倍的怎么还回去。是谁干的？有人说是野狼部，也有人说山西部残兵，甚至有人怀疑是大夏军伪装所为。世子，此计虽有效，但战争从来不是只有刀剑。快撤！这里地形复杂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的军阵还能怎么推进。以队为单位，化整为零，顿守在前，弓弩压制，彼此照应。不可能！首领，后面有夏军！撤！快撤！压住寨墙，推进！破侧墙，再攻！世子有令，交出兵器，停止袭扰，开放道路。大军不伤普通族民，若继续帮助烈风部伏击我军，则视为敌军据点，必屠之。我们愿意让路。听说了吗？烈风部在鹰跳峡和黑风涧连败2场。真的，真的。
以前那些到处抢粮杀人的蛮兵，现在被洛世子的军队一路赶回老巢了。那些天杀的蛮子也有今天，洛世子这是在用那些蛮子的血给咱们报仇啊！世子，裂缝部连续铲北，外围寨落已开始动摇。不够，我要的不是击退他们，我要让整个南疆重新明白一条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大夏百姓的命，不是谁想拿就能拿的。根本挡不住，他们的盾阵像山一样压过来，我们的勇士冲上去，就像撞上了一座铁山。我派出去袭扰粮道的3支狼骑，只回来不到一半。那些人是披着普通军服的精锐，我们连靠近他们都做不到。我的毒障、陷阱全部失效，他们比我们更熟悉战争。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击败他们，而是我们还能退到哪里。这个洛尘和以前的刘丹完全不同，刘丹要的是安稳，但洛尘他要的是彻底改变这里。集合所有勇士，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？他们一个士兵能换我们10个人。难道投降？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们？贤者，我听见了山林中的哭声，也看见了你们心中的恐惧。逃避没有未来，分散只会被逐个击破。召集所有部族去韩川。韩川，可那里没有山势保护。正因为没有退路，才是最后的机会。背水之战，要么击退洛尘，要么死在那里。贤者说的对，分散是死，集合一搏，或许还有后路。这一战不是为了土地，是为了族群生存。世子，南蛮各部这次总共集结7万人，他们这是准备背水一战了。他们终于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到了一起。世子，那我们直接渡河。我们若渡河强攻，正中他们下怀，定是一场惨烈的消耗战。我要的不是击溃，是歼灭，是完胜。我们就在南岸等他们过来。7万人困守北岸，看他们能撑多久。更何况，我们等待的人也应该快到了。有些胜负不需要急于争夺，时间会让胜负自己揭晓。他们为什么还不进攻？我们还能撑多久？这个年轻人比我想象中更加冷静。这样下去，我们将会被耗死在这里。传令，明日清晨全军进攻。布阵，走！天堑从来不是无法跨越的东西。骑兵上！必须毁掉那座桥！今夜派敢死队过去，烧了它。过去，你看看桥头堡，白天我们冲不过去，晚上他们只会防守得更严。我的毒可以用，
但必须靠近。靠近？现在连探子都靠不过去，我们的人已经撑不住了。粮食最多还能撑2天，继续守下去，我们会自己崩溃。世子，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了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困兽最危险的时候，不是没有力量，而是会拼命。我要让他们自己失去战斗的勇气。逆袭！大夏骑兵来了！娘的，被骗了，这是佯攻！东边，东边！离西，西边放箭了！西边放箭了！这些下狗有本事真刀真枪打一场，耍这种阴招算什么好汉？他们就是在消磨我们，不让我们睡，不让我们安心，不让我们有任何喘息之机。混蛋！勇士们！连信仰也快支撑不住了吗？他们到底想做什么？他们想让我们永远紧绷，直到我们自己崩溃。他们来了！我们打不过。世子，他们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战争不是只有刀剑，有时候让敌人失去希望，比杀死他们更有效。只要将南疆惨状送到大夏朝廷，洛尘一定会被制止。大人，又抓到2名蛮族进扯，这是他们准备送往朝廷的求告信。又是这一套哭残、告状、求陛下做主，封存，不要让这些东西传出去。若有人绕过3州，送到京城呢？从南疆到京城的路，哪一条不经过我们的关卡？没有3州路人，他们连一句话都送不到北方。林大人，这半个月委屈了，世子有令，你可以回京了。放我走！回去之后，陛下问南疆情况，你照实回答便可。南疆蛮族异动，洛世子整军与蛮族交战，局势总体可控，3州官员配合防务，地方安稳。这不是让我撒谎，而是让我说一个无法证明错误答案。你的东西还有通关文书，怎么回京，是你的选择。南疆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陛下，林峰回来了。南疆情况如何？洛尘在哪里？给朕如实说。陛下，臣潜入南疆后发现，蛮族确有壁洞，洛世子整军防御，3州官员协助地方。只是南疆地形复杂，臣未能查清更多细节。他的军队如何？军纪严明，装备精良，但具体情况臣无法确认。下去休养吧。太正常了，正常的不像真的。
来了，他们又来了！敌袭！世子，今日已经3次袭扰，他们还没有崩溃。将骑兵和精锐之囚分成数十支小队，子夜、黎明、黄昏轮番上阵，让他们一刻也不得安休。是。收留。在粮食撑不了多久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真崩了。我们的人连刀都拿不动了。留下只有死路一条。他们已经撑不住了，还差最后一步。什么？让他们明白，失败已经无法改变。传令，让二狗带小股兵力前去劝降。如若不降，明日总攻全部歼灭。是。35天，这场战争该结束了。粮食没了，昨天最后一匹战马也杀了，今天连树皮都没有了。那就冲出去，冲出去！战死宗，夜死强盗，你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让人拿刀？他们要进攻了！他们想做什么？奉洛世子令，请贤者阿拉散以及南疆诸首领出来听令。要打就打，少在这里羞辱我们！别动！你想让所有人陪你死吗？开寨门，所有人放下武器。洛世子有话问你。第一问，南疆16部可愿降？降，是否能活命？能。妇孺能活？能。南疆16部愿降。既然投降，就听清楚洛世子的条件。第一，尔等是臣服于洛世子；第二，所有轻装整编纳入洛世子麾下；第三，大夏提供粮食、盐铁、药材，保证老弱妇孺生存；第四，各部只能保留少量自卫力量，不得私自扩军；第五，按章缴纳赋税。谨遵洛世子之命。世子，南疆16部降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南疆不再是无人管辖之地。这一战，他赢下的不只是韩川，而是整个南疆未来的归属。10万大山深处，新的秩序正在建立。世子，世子，诸位请起，坐。从今日起，南疆16部便是我麾下之民。今日召诸位来，是要敲定几件要事。第一，各部可战男丁10日内完成统计，15岁以上、50岁以下全部编入南疆卫。5大部落首领可暂领副将之职。我们原本那是过去，现在是整编，兵不在多，而在听命。第二，各部建立民官署，负责人口登记、赋税核定、物资分配。那我们的习俗，祭祀、婚丧、狩猎习俗可以保留，但不能凌驾于规矩之上。那母神阿萨拉的信仰，信仰自由，但不得煽动对抗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从今日起，南疆没有战争。什么意思？对外统一说法，我洛尘携带大量物资南下，与南疆各部友好协商，你们感念恩德，自愿归附。韩川35日围困，4场真正交战，全部不存在。谁要是说漏了嘴，那就让他说不出第2句话。世子为何如此？因为京城需要看到的
是一个只会花钱买和平的废物世子。那我就让他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。以前为了粮食打仗，现在不用打也能吃饱了。是啊，而且经洛世子这一改革，我们也踏实了。世子，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3州官员会统一上奏，南疆和平归附。林峰呢？快到京城了，只是陛下多疑。不需要他相信，只需要他暂时看不清。未动刀兵，用粮食和物资让7万蛮军归附。洛尘，你到底真的变了，还是在演戏？传监察院，去南疆查清楚。世子，京城监察御史已经出发，来得正好。纨绔的戏还需继续演下去。孙大人，本官一路南下，可听到了不少关于洛世子的传闻。汪大人说的是镇北王世子，这位世子爷可真是个妙人。哦，如何妙？简单来说，人傻钱多。人傻钱多？世子刚到巴蜀时，带了100多辆马车，里面装满粮食、盐铁、布匹。下官还以为是军需，结果世子说，这些东西是用来换和平的。后来世子亲自进入南疆，见到蛮族首领，直接送上1车称物资。那些蛮酋看到粮食、盐铁，当场便服软了。所以南疆没有交战？没有。镇南军只是护卫商队，洛世子靠钱买来了太平。孙大人，本官还听闻一件旧事，几个月前你的家眷曾离奇失踪数日，是山匪所为。山匪敢绑知府家眷，那伙山匪只是图财，拿到赎金后便放人离开了。张大人，听闻洛字营十分神秘。洛字营？说起来，那可是一言难尽。洛字营原本是云州府军里最差的一批人。最差？兵痞、流民、刺头。世子爷看中了他们，说他们有血性。如今他们进入南疆，听说整日吃喝玩乐，真正打起来，恐怕不堪一击。一个纨绔世子靠钱买来了南疆和平，如果只是花钱买和平，那为什么沿途百姓说南疆在练兵？我倒要看看，这位洛世子到底是什么人。李大人似乎很疲惫。是那位爷啊，大人，我们边走边说。李大人说的可是洛世子，还能是谁？汪大人，您听到的那些传言都只是表面。怎么说？洛世子刚到云州，第一件事不是查南疆，而是去了赌坊，一晚上输了3万两。第2天他又去了春香楼，连续几日不出，下官几次求见都被挡在门外。又输了！王大人，那就是洛字营。王大人，以前的云州虽不富裕，但百姓安分。如今人人都怕洛字营。李将军，这个月的钱粮什么时候给？我们5大部落几万人还等着吃饭呢。各位首领，钱粮还需要再等等。等等，当初洛世子说了，归附之后按月供给。本官督察院汪洋，此事本官会查明。那就请大人尽快给个信儿。巴蜀说洛尘人傻钱多，黔州说洛字营是兵痞，云州又是如此，所有人的说法未免太一致了。世子，汪大人已经到了云州，
很好，只是一直这样伪装，纨绔这个身份，比任何护盾都好用。你这瓶子放在门口，害老子差点摔倒，赔钱！军爷，那是小人的镇店之宝，价值30两啊！怎么回事？损坏民爷的规矩，都忘了吗？照价3倍赔偿，30两，赔90两。90两？嫌多，那就100两。世子爷说了，军人粗鲁，但不能欺负百姓。这骆世子倒是真舍得花钱，兵闹事，他的人还真来赔。兵痞是真的，但这赔偿制度不像一个荒唐世子能想到的。可若只是收买人心，代价未免也太大了。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奉旨巡查南疆。原来是查我的。云州百姓怨声载道，宣抚使整日不务正事。汪大人，你只看到了乱，却没看到结果。第一，南疆16部现在是否安稳？第二，麾下惹事是否赔偿百姓？第三，我的差事是否完成？是。此番若靠10万大军征讨，要死多少人？要花多少钱？本世子花钱买和平，百姓少伤，朝廷少耗，这不是功劳吗？犯错赔偿总比死人好。王大人，这是云州府库近半年的收支记录。9月，军饷8000两，骆世子亲军双饷，抚恤金3000两，骆自营扰民赔偿。这些支出几乎全部与洛尘有关。世子爷行事确实大手大脚。这是北境运来的物资记录，3个月，16万两白银，全部被他花了。世子爷喜欢享乐、赌坊、酒楼、歌姬，9月赌坊花销超过10万两。平日不训练吗？训练什么？世子爷说，有钱就能解决问题。这个洛尘虽然纨绔，可这里确实安稳了。一个纨绔世子用最荒唐的方法完成了朝廷多年未完成的事，该回去复命了。该查的都查了，不该查的也查不到。